Hello，大家好。中国大陆的用户购买虚拟货币确实会面临很多的门槛，比如说欧易和币安这两家交易所该怎么去注册，交易所的正版的 APP 又该如何安全的下载，如何使用你手中的人民币去入金购买 USDT， 当你在交易所上面赚了钱之后，又该怎么安全的去把你手中的 USDT 去变现。那本期视频我会用手机录屏的这种形式，给大家非常完整清晰的并且是实操的形式给大家讲清楚如何使用你的支付宝来去入金购买加密货币。大家首先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在视频的标题栏目下面有一个展开的按钮，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再点击这里的更多按钮，就可以找到币安和欧易这两家交易所的注册链接。大家可以使用我的注册链接来注册币安和欧易这两家交易所。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来注册的话，你可以永久享受 20% 的手续费的减免。本期视频我会用欧易交易所为例，给大家实操演示一下。我们先点击欧易交易所的这个邀请链接来注册，它就会自动跳转到你手机自带的这个浏览器。点击进来，欧易这个平台它会首先询问你的居住地在哪里，这里你要以你的身份证的签发国家的地区为主。比如说我这里选择中国，然后勾选一下这里的按钮，点击注册账户。接下来就需要你添加你的邮箱地址，这里的邮箱你可以选择 QQ 邮箱、163邮箱、谷歌的接门邮箱，但凡是没有注册过的都是可以使用的。邮箱地址填写完成之后，我们接着点击注册，会有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发送到你这个邮箱上面，你把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提交一下，然后就会跳转到添加手机号这个步骤。我们点击这里的栏目是可以直接切换中国+86的手机号，把你的这手机号需要输入上去，然后点击立即验证。接下来就会有一个6位数的短信验证码会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面，填写上去一下。OK， 那接下来就是需要你创建密码了。创建密码我们一定要按照平台的这个要求去创建一个高强度的密码，接着点击这里的确认。OK， 这样你的欧易的账户就已经注册完成了。注册完成之后，大家不要着急关掉这里的弹窗。这个弹窗是什么意思？它是需要你创建一个通行密钥。这个通行密钥你创建好了之后，你接下来登录你的欧易账户，直接可以扫脸登录或者使用指纹登录，会比你直接输入密码登录会方便的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去创建一下，点击这里的立即创建，把你的这个密码的通行密钥去存到你的苹果的密码的 APP 上面。我们点击继续，扫一下脸。OK， 这样子就成功创建好了。接下来就需要你去下载欧易的 APP。如果按正常的操作逻辑，我们直接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面直接搜欧易或者搜 OKX， 点击搜索。这样子是搜不到欧易的交易所的，也搜不到欧易正版的 APP。那需要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面对了中国大陆用户面对的这一大卡点。我们所有的中国大陆版的苹果 ID 是无法搜索到欧易和币安这种正版的 APP 的下载的按钮的，是直接搜不出来的。我们需要直接在百度的浏览器里面直接搜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就是台湾 ID 这个关键词。因为大陆的 ID 账户它是不支持下载币安和欧易这种币圈的正规的 APP 的，所以说你就需要去获取一个海外的 ID。 海外的 ID 我个人建议都去购买一个台湾版的 ID， 因为台湾版的 ID 你下载币圈各种软件都是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直接在百度里面直接搜台湾 ID 这个关键词，会出来一堆卖账号的，你随便点击一个网站进去，然后在这里去购买一个台湾版的独享 ID， 大概就是20-30块钱一个。购买完之后，我们需要找到 App Store 里面的这个小人物的头像，我们点击进去，然后一直滑到最底部，点击退出，然后再点击这个小人物的头像，通过苹果账户登录，把你刚刚购买的这个苹果的台湾 ID 账号输入进来，登录一下。这里还要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你购买的这种台湾 ID 账号不要直接在设置里面登录，只需要你登录 App Store 里面就可以了，因为你毕竟是买的账号，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所以说你只登录你的 App Store 就够了，不需要在设置里面登录，并且你登录到你的 App Store 里面，把你需要下载的 APP 下载好之后，然后立马退出来，再换成你自己本身的苹果 ID 账号就行了。当我们登录好你刚刚购买的这种台湾 ID， 我们接下来就搜 OKX 的这种关键词，我们搜一下 OK， 这接下来就出现了 OKX 的这种 APP 了。大家不要下载这种带广告字样的，而是下载这种排名第2的没有带广告字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载，这里有个下载按钮，直接点击一下，它会自动下载了。你搜索币安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这里出来带广告字样的，也不要下载，而是下载这种排名第2的正版的 APP。当你下载好欧易 APP 之后，我们点击进来，就会进到欧易的这种首页界面，需要点击这里的登录按钮，把你刚刚
注册好的欧易账号直接输入进来登录一下。如果你的手机是安卓手机，你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下方的说明栏找到，这里有币安安卓版本的安装包和欧易 APP 的安装包，都是安卓版本的，并且是我直接找官方客服直接拿的正版的安装包的链接，你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当你下载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敏感权限的提示，或者是可能存在木马病毒的这种提示，大家不要害怕，点击这里的继续访问或者点击这里的继续安装就可以了。因为国内的安卓手机下载这种币圈的软件都会出来这种提示，并不是欧易和币安这个 APP 有什么木马病毒，是所有的安卓手机都会出来这种提示，这是不可避免的，大家放心下载就可以了。登录进来之后还没有完成真正的步骤，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身份认证的这个环节。我们点击首页的这里的立即认证，就进入到了身份认证这个环节，然后接着点击立即认证。国家这里你根据你的身份证签发地的国家或地区来选择，比如说这里可以选择中国，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推荐大家使用身份证来做实名认证，或者你也可以用护照，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开始认证。接下来就需要你用身份证的正面和反面拍照上传，上传完之后，然后再扫一下人脸信息，大概1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可能到了这个环节，有很多一些新手小白朋友会担心，我把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又扫描了我的人脸信息，会不会出现这种信息泄露的一种情况？大家完全不要担心，因为欧易和币安这种全球最大最主流的交易所，他们对于客户的隐私信息是非常非常严格保存的，并且我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币安和欧易这2家交易所因为泄露客户的隐私信息而传出来的负面新闻。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加密货币正规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都是需要做 KYC 的身份认证的，这也是防止一些黑钱黑优流入到交易所，对大家对平台都是一种双重保护的一个作用。做完实名认证之后，接下来就会面临第2大卡点，这个卡点就是需要用你手中的人民币去入金购买 USDT。 这里给大家去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购买 USDT 啊？因为在币圈它不像在股票圈，股票是可以直接用法定货币来去直接购买，但是币圈不行，所以币圈就发明了一个稳定币这个概念，而 USDT 又是稳定币里面最常用、用户市场占有量最广的一个稳定币。我们在欧易的首页的这个页面找到这里的 C2C 买币的这个按钮，我们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一些专业的 USDT 的承兑商家，他们会在这上面发布一些大量的 USDT 购买或者出售的一些订单。顶部栏这上面会有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 C2C 这个交易板块，第2个选项就是快捷交易。快捷交易是你直接输入金额，欧易这个平台会自动帮你匹配价格最优的这种商家。大宗交易这个板块就是大额交易的一些资金就在这里交易的。我们如果是小额的资金，可以直接选择这里的快捷交易，比如说我输入1000元的人民币，我即将收到141个 USDT， 然后选择付款方式，这里显示的是支付宝的这个付款方式是价格最优的，然后点击这里的预览订单 OK， 然后点击确认。好，这就进到了付款详情的这个页面，我们需要继续点击这底部栏的获取付款详情。好，它这里就会显示对方这个商家的具体的一个名称，包括他的支付宝的账号。接下来你需要复制一下他的这个支付宝的账号，然后再回到你的支付宝这个页面，点击这里的转账这个按钮，把你刚刚复制的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点击粘贴一下，选择这里的搜索出来的这个商家的这个支付宝账号，输入你的这个1000块钱，然后点击转账。好，接下来它会需要一个验证收款人的这个身份，我们继续切换到这个欧易账户这里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姓名叫做叶平，好，输入一下它的这个姓氏叶，然后点击确定，然后继续付款。 OK， 这里就付款成功了。我们截个图，在欧易的这个支付的这个界面，我们需要点击我已支付，点击确定。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给对方付款的时候，一定是要你自己实名账户去付款，不要用别人的或用家人的支付宝去付款，因为这样的话，对方也是不会给你放币的。OK， 对方查收到我这笔付款之后，就自动把这笔 USDT 去存入到了我的资金账户。我点击这里的查看资产，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把你刚刚购买的这笔 USDT 去点击这个划转的按钮，把你的这笔资金从资金账户转移到交易账户，这样才可以去做交易。我们选择这里的最大，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划转成功了。划转的话是不需要收任何的手续费。接下来我们来点击这底部栏的黑颜色的这个交易这个按钮，交易这个按钮我们直接选择这里的现货交易，一定要选择这里的现货交易。OK， 到了这个交易这个页面，顶部栏是每个币种的这种涨跌幅的这种 K 线，这上面是可以切换它的时间周期。最上面这个按钮是可以选择各种一些虚拟货币，比如说我这里就以狗狗币为例，我们选择这里的狗狗币。点击狗狗币之后，这里会出现两种交易模式，一种是现货交易，一种是合约交易。我们今天这里就以现货交易为例，我们选择狗狗币。然后下面的话是下单的这个区域，下单的这个区域这里有买入和卖出。买入就是你用你刚刚手中的这个 USDT 去购买狗狗币，卖出就是把你手中的狗狗币去卖成 USDT。这里的购买的这种方式，我们通常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限价委托，一种方式是市价委托。限价委托就是以一种指定的价格或者以一种更优的价格去买入狗狗币，我们选择这里的限价委托。现在狗狗币的价格是0.2754，市场的价格是这么一个价格。如果你觉得狗狗币现在价格比较高，我想以更便宜的价格去买，比如说我输入0.25的一个价格 ，OK， 好。那接下来这里就可以输入数量，比如说你想把你刚刚手中所有的 USDT 去买入狗狗币，那也可以把这里的滑杆直接拉满。拉满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买入狗狗币，点击确认，这样呢就可以在这个下面的这个栏目就可以看到你挂的这笔单子，这就是限价委托的这种模式。当这个狗狗币的市场价格跌到了你挂单的这个价格，也就是0.25的这个价格，欧 e 这个平台会自动帮你成交进去。如果你是选择的是市价交易，我们切换一下市价交易。市价交易就不可以输入你想购买的这种价格了，因为市价交易就是以市场上最优的这种价格，直接和市场上面的这种卖单直接做成交。这左边的这个栏目红颜色的就是所有市场上面挂的狗狗币的卖单就在这上面了。底部这个栏目了绿颜色的市场上面所有想要购买狗狗币的这种买单挂在这上面的。当市场的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跌下来了，这平台会帮它自动去做成交。如果你想快速的去买入狗狗币，比如说我把我手中的这种143个 USDT 全部买入狗狗币，把这个滑杆直接拉满，拉满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买入狗狗币。好，这样子就下单成功了，这里也没有委托的这种订单了，因为直接就买进去了，买进去你这里的 USDT 也就没了。好，我们点击这里的资产按钮，然后可以看到你这里的资产页面就有521.76个狗狗币，这样子你就完成了用 USDT 去购买狗狗币的这一套流程。当然，如果你手中的狗狗币买入一段时间之后涨了，赚了钱了，接下来你想把它卖出，就选择这里的卖出按钮。操作的话和刚刚的买入的这种操作模式是一样的。我再回到 C2C 这个交易界面，给大家再做几点补充。如果你是资金量比较大额的这种资金，我建议大家去到这种 C2C 的这个页面，在这个栏目你可以选择你想购买的金额，比如说输入金额，你想购买1万块钱人民币等值的 USDT， 这里也可以筛选支付方式，比如说我可以选择银行卡支付，或者我可以选择支付宝支付，或者我可以选择微信支付，或者你直接选择全部的支付方式都是可行的。这样的平台会帮你自动筛选出来支持能够收1万块钱的一些 USDT 的这种卖家，并且我建议大家去尽量的去选择这种验证购买单。验证购买单它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会验证对方的一些商家会验证你的一些资金的账户，你需要点击同意并继续，然后需要你把你的银行卡或者是微信的里面的资金的交易流水去截图发给他。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去和这种商家去做交易？因为商家对你要求严格，说明他对所有的一些和他做交易的一些散户都是要求严格的。他要求这么严格，说明他的资金大概率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更喜欢和这种商家去做交易，因为和他做交易，我的账户被动的这种风险会小很多。或者你还有更大额的一个资金交易的需求，你就选择这里的大宗交易。这里的大宗交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商家的背后的带有这种标志性的一个标识，和普通的这种商家它是有区别的。你像普通的这种商家都是这种绿颜色的这种星星，而这种大宗的商家都是带有这种紫颜色的星环。这种紫颜色的星环和普通的这种商家它是有区别的。像这种钻石商家，它是信誉比较优秀，交易体量也非常巨大的这种顶级商家，而这种绿颜色的星星的这种标志只是一个认证商家，它就叫做普通商家。普通商家相对于这种钻石商家，他们的信誉会比那种钻石商家稍微会低一点。如果你是大额资金，肯定会要找这种钻石商家来去做交易，并且这种钻石商家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卡来做交易的。我们随便点击一个商家进去，都是需要
本人付款近30天内无资金入账。所以说它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而且还要完成人脸识别，并且要提交你的交易账户的一个具体的银行卡的流水的一些详情。如果符合他的这种判定，你的资金没问题，他就愿意和你做交易。不是说每一个商家都是需要求30天以上，有些商家是要求15天，有些商家他要求可能20天，都不一样，有些商家要求7天。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非常大额的资金，你想去购买 USDT 来入金，你必须要提前7天就存到你的银行卡，而且那张银行卡是专卡专用的，不要做其他的一些生活卡的一些操作了，你就把它存到你的银行卡，存满7天以上，甚至15天以上，再到欧易的这种大宗商家的这个板块去做交易，这样子才能够顺利的去入金购买 USDT。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重点讲另外一个环节的一个知识点了，就是你在币圈，不管你是在欧易上面，还是在币安上面，还是在其他地方赚了钱之后，你想把你的这笔 USDT 成功的提现变成法币，变成人民币，那接下来该怎么去操作？我们照样需要点击这里的划转按钮，需要把你的交易账户的资金去先划转到资金账户，这样才能够去方便去卖出。划转成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首页，点击这里的 C2C 买币这个按钮，进到欧易这个平台的 C2C 这个交易系统里面。到了这个交易系统里面，我们就不能选择这里的购买按钮了，我们要选择出售这个按钮。出售这个按钮就是你向平台的这些商家去卖 USDT， 而平台的这些商家是需要打钱打给你的。在卖出 USDT 这个环节的步骤当中，我不建议大家直接就使用这里的快捷交易，因为快捷交易你如果是卖出这个环节是对方给你打钱，如果使用快捷交易，平台就会自动帮你匹配价格最优的这种商家。你如果没有提前做任何筛选，没有筛选商家的这种各种资质以及他的一些交易记录，他的一些数据层面的一些东西，很有可能会给你匹配到一些不太安全的一些商家，他和你做交易，把他的资金打到你的账户，你账户就可能会面临被动的这种风险。那我们正确的操作要该怎么办？我们选择这里的 C2C 这个板块，在这个 C2C 这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冻结赔付的标志，我们尽量要选择能够承受这种冻结赔付的这种商家，因为欧易最近上线了一个功能，就是你使用欧易的 C2C 这个板块去卖 USDT 的话，如果产生了冻结资金的这种情况，欧易这个平台是直接可以给你100%去做赔付的，最高赔付的上限是5万等值的 USDT， 也就是5万美金的一个资金。因为它冻结赔付的商家的限额是5万人民币起，所以说我这里只有140多个 USDT， 肯定是不够它这个额度的，所以我这里去筛选一下，我可以选择这里的金额按钮，输入我想出售的这种金额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我出售140以上的 USDT， 好，那我这里点击确认，好，这里就会全部给我筛选出来符合140 USDT 以上的这种商家。筛选出来之后，我们也不要着急去点击卖出，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商家的姓名名称，进到这种商家的具体详情。我们要具体看哪一点？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它成为商家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商家它成为欧易上面的这种 C2C 的这种买币和卖币的商家的时间是23年，距离现在25年是过去了将近2年了，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老商家。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这里的近30天的一个承担的一个数据，近30天承担有1万多笔，所以说还是算蛮多的这种数据了。然后看一下它的成交率，近30天成交率有 99.97%， 它的成交率的这数据也是非常的优秀。像这种商家，我还是比较愿意和这种商家去做交易。幸好我刚刚稍微往下滑了一下，看到在我设置了这个金额的按钮之后，这里又出现一个冻结赔付的商家，它这个限额起步是1000到94000人民币的一个限额，刚好符合我这里的成交。我这里直接找这个商家来去做交易，因为他直接可以给我做赔付的承诺。好，我这里点击出售，这里你就可以选择按数量去出售，比如说我选择这里的最大，然后继续选择零手续费出售 USDT， 点击卖出，需要去验证一下，这里他会给我的邮箱发送一个验证码。好，接下来就等待对方的商家给我打钱。OK， 现在对方已经成功给我打钱付款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点击这里的确认收款，我们要先看一下对方商家的姓名，他的名字叫郑考全。我再切换到我的支付宝上面来，我点击这里的账单，我查看一下，他这个收款码转过来的名字是某某某某乔，和他的这个商家的名字是对不上的。如果对方使用非实名账户付款，请将这笔款项退回并及时的联系客服。好，那我去和这个商家交涉一下。对方这个商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是属于特约群主商家共同承担责任，付款人会为有2个人，一个是郑考全，一个是吴乔乔。好，我来看一下它这里的支付凭证，点击确认看一下，买家在欧易的认证姓名为吴乔乔。OK， 那这样子就对得上了，他这个也确实是用吴乔乔这个人来给我打的钱。好，那我就可以直接点击确认了。收款人的支付宝的姓名是否为吴乔乔？这里我点击是，然后点击确认放币。OK， 这就完成了在欧易平台卖出 USDT 的这一套流程。我还需要给大家去补充一点的，如果你是新注册的用户，你需要卖币，如果你是第一次卖 USDT， 你需要点击我这个板块，在 C2C 这个系统里面点击我这个板块，选择这里的收款账户管理这个页面，把你的所有的一个支付宝和微信以及银行卡都填写上去。我这里给大家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你填写你的支付宝的时候，每个人一套身份证是可以实名认证3个支付宝的，你专门拿出一个支付宝来去做虚拟货币的入金和出金的一个操作，包括你的银行卡也是需要拿出一个平常不用的闲置的一个银行卡，并且这个银行卡也是不要使用你的工资卡、社保卡等等之类比较重要的一个卡，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闲置的、平常不常用的，或者是属于地方银行的小众银行的这种银行卡来去专门做 USDT 的买卖操作。OK， 本期视频的话，就专门以欧易这个交易所为例，给大家实操了一遍如何用支付宝去入金买币，如何使用欧易交易所安全的把你手中的 USDT 去变现成为人民币这一套流程。希望我的这期视频能够对大家起到一点点帮助。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